一起震惊美国的重大刑事案件，39人在邪教的指引下，居然选择了集体自杀。而游戏《荒野大镖客2》中的 UFO 小屋彩蛋，竟然和他们有关系。在游戏《荒野大镖客2》地图中的这个位置，有这样一座小屋。当你第一次踏进门，伴随着诡异的 BGM， 你会发现屋里躺满了尸体。由于年代久远，尸体都已经变成了白骨。他们穿着一致，安详地躺在床上，似乎十分满足生命的终结。而这一场景的原型取自于美国邪教天堂之门。时间1997年3月26日下午3点，地点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当地警方接到匿名举报，说发生了一起集体自杀事件。随后，警方立马前往了报案人交代的地点。而当警方打开门的一瞬间，便闻到了阵阵尸臭。他们发现39具尸体全都安静地躺在床上，仰面朝天。所有人的脸上都盖着一张紫色的裹尸布，并且所有死者的穿着都十分相同，几乎都是黑色衬衫和黑色运动裤，外加一双黑色的耐克运动鞋。由于当时炎热的天气，很多遗体被发现时已经高度腐败。除此之外，他们所有人的身边都有一个放行李的包裹，随身还无一例外地携带了5.75美元。而更诡异的是，他们衣服上都印有天堂之门远征队的字样。那么，这个天堂之门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呢？这些人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才选择了自杀呢？为了解答这一系列的疑惑，当地警方首先找到了那个匿名的报案人。原来报案男子名叫里欧，曾经就是天堂之门的一名成员，但后来天堂之门要求他必须放弃自己的事业，一心一意服务组织，他这才无奈选择了退出。但突然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卷录像带，里面讲述了这次集体自杀的整个计划。他这才驱车来到了天堂之门在加州的总部，而当他赶到时才发现，他曾经认识的成员已经全部自杀离世。惊恐之下，他才最终选择了报警。由于此案在当时极为轰动，所以当地警方立马对天堂之门的背景展开了调查，发现该邪教组织原来是由马歇尔和邦尼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创立。虽然教会规模不大，只有几百个成员，但教徒却大多为高级知识分子。创始人马歇尔更是一名天赋异禀的音乐家，曾经担任天主教大学的音乐教授。在1972年经历了心脏病差点死了之后，马歇尔就声称自己得到了上帝的启示。而另一位创始人邦尼则是一位对外星文明和宗教神秘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护士，有着共同兴趣的两人随后将圣经中的故事和外星文明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认为上帝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外星人，他其实带领着自己的子民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在那里人民不再需要食物，只需要吸收阳光便能生存。而现在的地球人只不过是上帝在远古时期来地球旅行时播撒下的生命种子而已，并且类似于诺亚方舟和末日预言。他们认为地球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一次大清洗，而如果想要避免死亡，就只能乘坐 UFO 去到上帝所在的星球。但是在此之前，为了适应将来在外星飞船上的生活，所有人都应该摒弃家庭、金钱、工作、性别、地位等世俗的一切，用极其严苛和自律的生活来要求自己。而为了让自己保持清心寡欲，创始人马歇尔·阿古怀特居然还在新墨西哥州对自己进行了化学阉割，而他这一行为也让组织内的一些成员纷纷效仿。但在1985年，天堂之门内部却出现了一次危机，那就是另一位创始人邦尼因患癌症突然去世了。这是很多教众开始质疑，为什么上帝的飞船在他临死前没来接他呢？因为信仰破灭，许多成员纷纷选择了退出，天堂之门一度面临解散的地步。但随后马歇尔却出来解释说，人类的肉体只是一个容器，只要找到适当时机让灵魂离开肉体，再乘坐飞船就可以去往上帝的世界了。邦尼的肉体虽然已经死亡，但灵魂早已经去往了上帝的星球。而马歇尔的一番话果然奏效，很快就解决了内部出现的危机。至此，马歇尔完全代替邦尼接管了天堂之门。正巧在1996年下半年至1997年1月，天文学上出现了自1975年以来最亮最壮观的彗星海尔波普彗星，而这本是正常的天文现象，却被天堂之门看作是上帝派来的宇宙飞船。创始人阿普怀特更是声称，随着彗星的临近，届时会有33架外星宇宙飞船将他们运送到上帝所居住的地方，并且他预测在1997年的3月份，当彗星离地球最近时，就是灵魂离开肉体的最佳时机。于是在1996年的10月，阿普怀特亲自制作了录像带，号召所有教众随自己离开地球。随后他们很快就为离开地球进行了各种准备工作。在自杀的7个月前，天堂之门在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建立了培训处，并且在他们的官网上发出了红色警告，提醒所有的教众彗星离开的日期。成员们还买了相同的衣服和运动鞋，每个人还都在视频中录下了自己的遗言。而在视频中，每个人都看起来十分开心快乐，都期待着能乘坐 UFO 前往极乐世界。See you sometime in the future, maybe. 最后，马歇尔将录像寄给了报案人里欧和一群了解天堂之门的人。
而准备好一切后，在1997年的3月24日，参与撤离地球的39人开始了分批自杀。根据尸检显示，其中15人死于3月24日，还有15人死于3月25日，其余9人则死于3月26日。而几乎所有人死亡原因都是因为服用了大量从墨西哥购买的 BBBT， 并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还在头上套上了塑料袋。而在他们身上发现的5.75美元，居然是作为经济之旅的路费。就这样，39人为了一个虚无的目标，全部心甘情愿的自杀身亡。最终，所有尸体都被火化处理。而在游戏中，邪教首领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页神秘的讲道文章，文章中有9段话，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3段为一句。半月下的第2个小时，仰仗时间和银河的旅行者，就是主库克尔的伟大的爱和恩典随即现世。意思是，在荒野大镖客晚上凌晨2点，半月下仰望星空，会发现银河旅行者也就是救世主库克尔的。我们抛弃了肉体，这样他的船就能将我们的精神带到极乐领域，在和平与力量中生活到2000年。意思是，在救世主库克尔的出现后，信徒们将抛弃肉体，并将灵魂献祭给银河旅行者，让他们将自己的灵魂带到一个和平和充满力量的地方，并在那里生存到2000年。这个2000年可以视为千禧年，千禧年又名千禧年，其概念源于基督教教育。简单理解就是从0到1000年视为千禧年，从1000年到2000年视为第2个千禧年。而荒野大镖客的时代背景是1899年，也就是说第2个千禧年已经到来。而以2000年为背景的游戏只有 GTA 5。当我们为了新的神选之人而回归，并在上恩山顶上再次膜拜时，沐浴在他们的慈爱中，我们将永享快乐。意思是，教堂死去人的灵魂会乘坐宇宙飞船来到上恩山，并在上恩山挑选新的神选之人，并将他们的灵魂带到极乐领域，在那里永享快乐。但2000年以后的上恩山早已被高耸如云的建筑所掩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挑选新的神选之人。但在外人看来，这似乎只是一场外星人入侵。但如果你是他们信徒中的一员，我想这恰恰是相反的。如果你有什么理论，欢迎提出你独特的见解。